这个古时候的祖师讲啊，言下顿悟，然后呢作礼而去。其实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他言下顿悟啊，即便是明心见性的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这个时候啊才是证到了无师智，不需要人指导了，他自己会用功的，他已经降服了烦恼，驾驭了身口意的。这个时候啊，真正的上了高速公路，直接啊，他是看到的目标，奔向的目标，必须要把目标拿到手，和它融为一体。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回到了源头了，不需要修了。因为你刚开始所谓的明心见性的，还要继续要修。这个时候，你才不会迷失了方向。因为明心见性了以后，80心田的种子啊，它会彻底的翻腾出来。只有你在这个见性的时候猛修行菩萨道，才能够彻底的把80心田里面的种子啊，才能够完全的给换掉，给它取代掉，进行一个重新的大整合。过去的祖师们通常见性了以后啊，他就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在一个地方啊一待呀，就是数年的。他必须等到自己的功夫啊成片成式了，经得起任何考验的，尤其是在逆境中啊，他一直啊能够朗朗现前，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手机信号一样，无论是在房间里还是在山洞里，他任何时候啊都不被环境的屏蔽的，环境干扰不了他的，他才出来呀真正的行菩萨道。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是不需要修的。过去我们知道有一些祖师啊，他这个修行大功告成了以后，他会到这个红尘里面呢做一些常人不可理解的事情。他的行为啊突然非常怪异的，他目的是看看自己这个佛性啊这个本来面目啊有没有被破坏掉，是不是丢失了，是不是碰到一些逆境一些逆缘的时候，他是否还是稳定的。在过去这个禅师啊，有一些禅师，比如说他在临终的时候突然身体生病了，他也一样会疼痛。那么没有开悟的这些和尚啊，这些修行人就会问，你既然是个开悟的祖师，已经修行成就了，那你的身体怎么还会痛呢？所以通常祖师就会说，痛是他，不痛的是我，我既能够看到我，也能够看到他。其实这就是说明了，他明心见性以后啊，他已经把我和他呀做一个彻底的一个修炼，彻底的分割了。如果你没有进行一个彻底的修炼和分割的话，那么碰到事情了以后，你是经不起检验的。尤其是初期啊，这个见性了以后，更应该呀找个地方进修的。我过去曾经做过比喻，你早期的明心见性，偶尔的一次明心见性，不代表就是大功告成，就相当于你刚刚考入大学，你没有毕业，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完整的大学生。有时候一些人呢，瞎猫子会碰到一个死耗子，也会见性的。然后呢，他就开始下山去行道了，结果行道数年，他见性的功夫啊全部丢掉了。因为我们的业习种子啊，它已经成片成式了，我们的见性的功夫没有成片成式，所以有时候呢，尽管你是见到了自信的，那么你没有经过足够的养道啊，还是会丢失的。我们熟悉的这个近代的高僧啊，虚云老和尚，他其实56岁啊，他在禅堂里面他已经明心见性了。
他真正的出来弘法呀，才80岁的时候才出来弘法，最后他活到120岁。其实他这个中间的几十年呢，他都是在养道，一直养到80岁，功夫稳定的，不被这个顺逆境左右的，他才出来弘法的。因为你明心见性以后，你功夫养的成片成事的，你以后做的事情，你才不会用这个头脑做事。否则的话，你一不这个留神的，不留心的，还会头脑挡道，做事还会用头脑来分析、来判断。只有你彻底的转变的头脑，取代的头脑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做任何事情，那就不是头脑在做了，不是头脑在分析了。因为我们人呢是2大系统，一个是头脑的系统，一个是灵性的系统，必须都经过长时间的修炼，灵性的系统取代着头脑的系统。就相当于我们有时候啊，在这个搞这个园林艺术啊，把一个树要造型，把这个树枝搬过来，用绳子把它拉过来，你必须要持续1年的时间，这个树枝才能够彻底的搬过来。如果几个月的时间，你把绳子一解开，这个树枝慢慢又回过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树枝里面呢，它有一种力量，它原本就是朝这个左边的，你现在把它改到右边来，那么你必须要坚持一段时间，用绳子绑着它，让它定性了以后，才能把绳子解开。见性的人呢，他偶尔也还是会有妄念的，但是他这个时候的妄念呢，他没有办法成片成事，他干扰不了这个自信的力量。相反的，这个时候偶尔来的一些妄念，更能够帮助他呀，看清自己的自心的。有时候看清自己，他需要一个背景的，需要一个场景，所以佛门里面才说，烦恼也是菩提。他本身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站在相当高的位置上才说这句话的。刚开始没有明心见性之前，烦恼就是烦恼，菩提就是菩提。当你真的明心见性以后，功夫成片成事了，这个时候你才会看到，深深的感受到，这个妄念呢就是菩提，烦恼也是菩提，乃至这个业障都是菩提。因为你会起大用的呢，一切好的不好的到了你手里来，统统为你所用的。佛教里面讲，修行最后以起用来衡量你的功夫的。那么真的会起用的修行人呢，即便是一个魔鬼走到他面前来，也会让他行菩萨道。那么你会问，他既然是个魔鬼，怎么会让他会行菩萨道呢？其实魔鬼他也只是暂时的迷失的方向，这个魔的功夫也是相当高的，甚至和佛是一样的，只是一个丢失了自己，一个没有丢失自己，一个生了菩提心的，一个没有生菩提心。那么一个明师，一个佛菩萨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让他身边的每一个人，见到他每一个的众生都能够发菩提心，都能够行菩萨道，